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贵的中文学习频道。那我们今天学一个比较应景的，因为台湾刚过端午节，应该华人社会都刚过端午节，所以呢，我们来讲一下端午节的由来。那我先把稿子念一次啊，那这边有标记一些单字，那等一下呢，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些单字。还有一些中文的用法。好，这一篇是比较难度会比较高一些，因为有一些好像类似比较书写上的中文有点像文言文啊，文言文就是比较正式的一些书写的方式啊。尤其是古代呢，就会用文言文。那这边呢，当然我们会用一些比较正式的书写的时候的中文。好，那到时候再顺便解释一下。好，端午节的由来，端午节又称龙舟节、端阳节是华人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通常在每年的农历5月初5举行。这个节日的起源有多种说法，那其中最广为流传的版本与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有关。屈原是楚国的大臣，主张联齐抗秦，希望振兴楚国。然而他的忠言未被采纳，反遭排挤与流放。当楚国的都城被秦国攻陷后，屈原悲愤不已，于5月初5的时候投汨罗江自尽，以表达对国家的忠诚与忧国忧民之情。当地百姓得知后，纷纷划着船在江中搜寻他的身影，并将粽子投入江中，希望鱼虾不要去啃食屈原的身体。这就是今日划龙舟与吃粽子的由来。总结来说，端午节融合了爱国精神、民间信仰与季节习俗，是一个兼具历史文化与生活智慧的节日。关于粽子，在华人社会似乎都会有。那我去越南玩的时候，也有看到他们有粽子。那台湾的粽子大部分分为北部粽跟南部粽。北部粽通常是用炒过的糯米与馅料，这些馅料包括猪肉、香菇、虾米等，拌匀后包裹竹叶，再用蒸的方式烹调，口感较为 Q 弹，粒粒分明，有点像是油饭放到粽叶里面，粽叶呈黄色，质地较硬，有助于保持粽子的形状与结构。南部粽则是将生糯米与馅料一起包进粽叶里，再放入水中长时间的煮食。这种做法呢，让米粒较为软黏，风味浓郁，且常有花生、咸蛋等丰富的配料。南部粽的粽叶呈绿色，质地柔软，适合水煮入味。这两种粽叶的差别不只是颜色与触感，也与使用的植物种类有关。北部粽常使用干燥后的麻竹叶，经日晒后呈黄色，较为坚韧。且南部粽呢，通常使用新鲜的桂竹叶或落竹叶，叶片保留绿色且比较柔软，适合长时间水煮。那这两种粽我都喜欢，但如果真的要评分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南部粽，因为我妈妈都做南部粽这样水煮出来的粽子有很香很香的粽叶味道，非常香。
把粽叶打开，整个粽子的糯米香结合粽叶的香，是个很特别的香味。那我吃的时候会加上蒜味酱油，那蒜味酱油就是把拍扁的蒜头浸泡在酱油一阵子，然后再倒一点在肉粽上，味道超好。但是酱油不要加太多，会抢走粽子原本的气味。好，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简单的一个端午节由来的稿子。好，那我先把一些单字，我说这边的单字会比较难，因为你比较少看到，很多都是书写上面会用到的用法。龙舟节哈，龙舟节里面，龙舟因为我们端午节都有什么会划龙舟啊，会比赛龙舟啊。那以前龙舟节是一个这个划龙舟是一个非常非常端午节一定要看的节目。也就是说，在电视上那时候有3台，有3个电台啊，3个电视台都会播划龙舟。那划龙舟会在淡水河比啊，我北部了哈。那当然，后来各个县市也都会有办划龙舟，那很刺激哈。然后在这几年，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么盛行了啊。就是端午节就不一定是看龙舟，那也许是因为小孩子都比较大了，但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就会想看划龙舟。好，再来这边。这个节日的起源呢，有多种说法。所谓起源呢，就是说这个节日的来源，就是这个节日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那到底是怎么产生这个节日的？那讲法有很多种。那其中呢，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屈原啊，爱国诗人屈原。他在什么时期？是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是中国一个很纷乱的时期，常常在打仗啊。那有不同的有秦朝、魏朝，一大堆不同的小的国打在一起啊，这是战国时期。那屈原是楚国的大臣啊。那主张联齐抗秦，因为那时候秦非常强，非常强大。那每个国家都很怕，那屈原就主张联合啊，可能旁边的齐嘛啊，齐国啊，来对抗，就是对抗秦国，因为我说秦国是最强的。OK， 那他的忠言，它就是他的好言。他的好的建议啊，就忠言，他很忠心耿耿啊，他很爱国啊，他很爱他的皇帝啊，所以他这个很忠心的谏言没有被采纳，所以采纳呢，就是没有被皇帝使用这个好的建议。反而遭到叫反而遭到排挤就是被人家排斥啊，就是我们几个我们有4-5个朋友，那其中有一个朋友被排挤了，为什么？因为觉得他很白目啊，那所以呢，这不是白目，就是觉得他很看不爽他了哈，很看不爽他了哈。那屈原可能是在这个几个大臣中，大家都看不爽他，看不爽他。那为什么呢？可能太帅了吧啊。然后 anyway， 就是他被排挤了，被排斥了，挤掉了哈。然后流放呢，就是我们讲的流亡其他国家啊，就是被驱逐出国家，或是
被送到其他的地区啊，那个地区有可能是鸟不生蛋啊的地方。OK， 好，那我们再看，好，他后来很生气，很愤怒啊，哈，很伤心啊，忧国忧女很伤心。那最后呢，他就跳汨罗江了哈，他就是跳河啊，那就死了嘛哈。然后呢，民众知道之后，人民知道之后啊，就觉得他讲的非常对啊，他觉得啊这么爱国的人，那他的意见没有被皇帝采纳，那最后呢还气的这个跳汨罗江啊，所以纷纷啊就是一个又接一个，就是很快速的很积极的划着船，纷纷就是有这种感觉，又积极又马上，然后积极又马上就纷纷啊，划着船啊，划着龙舟，哈，就划着船，这就是划龙舟的由来啊，哈，划着船在江中，在这个江中搜寻有没有看到他的尸体啊，哈，那民众呢，为了怕鱼虾呢去吃掉屈原的身体啊尸体啊，所以呢就把粽子啊做好的粽子丢下去，让鱼呢去吃粽子。好，那总结来讲，就总的来讲啊，总结来讲，端午节融合了，它就是结合了啊，融合结合，就是这句话的融合就是非常完美的合在一起啊，完美的合在一起，爱国的精神啊，还有民间的信仰啊。OK， 那关于粽子，华人社会似乎都有啊，去越南去马来西亚啊，这些地方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在这个5月这个端午节的前后呢，就会看到有在卖粽子啊。那台湾呢，我们一般就分为北部粽跟南部粽，当然还有什么客家粽，还有很多粽子哈。那比较大部分分就是北部的粽子跟南部的粽子。那北部粽子用糯米，糯米呢跟我们平常吃的米有一点不一样，它比较黏，那比较圆，好，就是说糯米就是我们台湾早餐啊，我又一起提到台湾早餐会吃什么饭团，饭团就是用糯米，啊，用糯米做的啊，糯米把它粘在一起，因为糯米才会粘在一起。如果我们平常用一般的米，它比较难粘在一起，糯米比较黏，所以说粘着它可以成型啊。好，我们用炒过的糯米啊，炒完就是炒过会香香的哈，还有馅料有猪肉、香菇、虾米，好虾子小只的虾子，然后把它晒干，它会有一种晒干的虾的香味哈，就是虾米。那把它炒一炒，爆在竹叶里面。好，北部呢，就是有点像炒油饭一样啊，油饭就是把这些料还有糯米去拌炒，然后加一些酱色，酱色就是酱油，放一些酱油去炒，所以会有一点褐色酱油的颜色。那口味较为 Q 弹粒粒分明。那好，那北部的粽子，它的粽叶是黄色的，质地比较硬比较硬。那南部的粽子就是将生的糯米跟馅料生的糯米所以刚才这个北部粽子呢，它会去炒糯米，所以会炒香嘛，也会炒熟。南部的就是生的糯米跟馅料一起包进粽叶，但这些馅料是炒过，先把它炒香，再放入水中去水煮水中长时间的煮熟，所以一个粽子大概要煮2-3个小时把它煮软。
那这个做法呢，米粒较为软黏，那风味浓郁，因为它整个都和在一起，里面的花生啊、咸蛋黄的味道都出来了，猪肉啊、三层肉味道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和在一起会非常油香啊。那这两种粽叶差异不只是颜色跟触感啊，使用的植物种类有关。那北部是用干燥的麻竹叶日晒后啊呈黄色，所以北部种比较黄色啊。好，触感什么触感？触感就是摸起来的感觉，然后北部的摸起来硬比较粗，那南部的粽叶呢就是软软的啊，就是比较软啊，不会那么粗啊，不会那么粗糙啊。OK， 好，那我看看我们这边还有什么单字。好，粽叶的味道哈，就是粽香的味道啊。蒜味酱油就是酱油加蒜头，把蒜头拍扁，然后浸在酱油里面啊。OK， 好，那我们大概把单字大概讲解一下啊。那大家有空的时候再从头去听一遍啊，也可以放慢听啊，放慢听，然后把这个整个内容呢，完全了解的时候，好，再去听一次，那训练你的听力。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边，好，谢谢各位，拜拜。